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 AI 晶片这个战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领域基本上可以说是被一个超级巨头给垄断了。但台面下，其实一场超高风险的战争早就已经开打了。那大家都在看，都在问，在这场竞赛里，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挑战者，可以来撼动这个王座呢？没错，这个问题啊，不只是科技圈大家在猜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入看看的核心。有没有可能真的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正在被开创出来呢？好，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？就是这家来自南韩的新创公司，名字叫做 Rebellions。没错，他们就是准备要来挑战现有游戏规则的那个挑战者。你看这家公司其实非常年轻，2020年才成立的。但你千万别小看他们的目标啊，可以说是野心勃勃，就是要打破现在的局面，为整个 AI 硬体走出堵死一条全新的路。讲再多不如直接看数字，你知道吗？在最近一轮融资之后，他们的估值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惊人的数字。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说 Rebellions 它不是来玩票的，而是口袋满满，已经准备好上场比赛的重量级选手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轴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成长的速度快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你看，2020年才成立，到2024年就跟萨佩扬合并，直接变成韩国最大的 AI 晶片公司。然后 ARM、三星这些大咖都来投资，甚至还获得韩国政府，就是那个所谓的 K-NVIDIA 国家队计划的支持。这每一步啊，都说明了他们在整个国家战略里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既然是挑战者嘛，手上总得有几样秘密武器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来看看 Rebellions 的两大核心产品线，一个叫 ATOM， 另一个叫 Rebel。从这个表，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产品布局。左边的 ATOM 系列主打的就是高 CP 值，用比较低的功耗跟成本来满足一般中小型企业的需求。那右边的 Rebel 系列呢？这个就是他们的重型武器了，专门用来对付像 GPT-4 这种超大型的语言模型，规格当然就是顶天的那种。其中这一款 Rebel Quad 就是他们的王牌中的王牌。你注意看关键字是全球首款，还有 UCIe Advanced。这技术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讲，它就像在玩乐高积木一样，把很多个小晶片很有效率的拼装在一起，但达到的效果却几乎跟一整块超大晶片一样强。这就代表说，他们不是在后面追赶而已，而是在某些尖端技术上已经跑到前面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 Rebellions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。他们挑战市场的关键，其实不是单纯去跟人家比谁的算力最强，谁的拳头最硬，不是的，他们用的是一个更聪明的策略，那就是极致的能源效率。我们都知道嘛，跑 AI 运算真的非常耗电。你想想看，对任何一个资料中心来说，那个电费账单，还有为了散热要花的钱，不只是一大笔开销，更是空间跟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瓶颈。所以呢 ，Rebellions 就是精准的抓到了这个市场痛点，把这里当作他们切入市场的突破口。数据会说话，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，这是在比较 Rebel Quad 和 NVIDIA 的 H200。你看左边比吞吐量，也就是每秒能处理多少事 ，Rebellions 已经高出了 1.6 倍。但关键来了，你看右边这根能源效率，也就是说花同样一度电，谁能做更多事 ？Rebellions 竟然高出了快要2倍，这就是他们压倒性的优势。连他们家的执行长朴成贤都直接说了，我们新的 R1 表晶片在跑 AI 任务的时候，可以比 NVIDIA 最省电的 H100还要再省下3倍的电力。哇，省3倍电力，你想想看，这对任何一个资料中心的营运商来讲，吸引力有多大？不过，光有很厉害的硬体其实是不够的。在半导体这个产业，有句话说，生态系就是一切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Rebellion 是怎么组建他们自己的复仇者联盟的。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你想一颗晶片自己是没办法工作的，它需要从最上游的设计、中间的制造、记忆体，一直到最后的伺服器整合，整个产业链都要支持才行。那 Rebellions 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在建立自己的这个生态圈。我们先看制造跟设计这一块。
跟三星合作，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这不只是确保了他们能拿到最先进的4奈米制程跟 HBM3E 记忆体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代表了韩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强强联手，然后再加上 ARM 的架构来当做基础，整个地基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稳。那在系统整合这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台湾的大厂，像是和硕、广达、英业达，他们的角色就是把 Rebellions 的晶片变成一台一台客户可以马上买回去用的伺服器。这一步可以说是把技术变成商品，推向全世界最关键的一步。好了，产品有了，盟友也找齐了，那下一步就是怎么打市场了。Rebellions 在这里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，他们没有选择跟市场老大正面对决，而是挑了一个特定的战场来切入。这张图就讲得非常清楚了。你看左边 AI 训练市场，基本上就是 NVIDIA 的天下，像一座铜墙铁壁。所以 Rebellions 选择绕开这里，全力进攻右边这个更广大也更多元化的 AI 推论市场。为什么要这样选？因为在推论这个环节，客户最在乎的往往不是最强的算力，而是成本跟能源效率。这不就正好是 Rebellions 最厉害的地方吗？所以他们锁定的客户就很明确了，像是那些急着想找替代方案的云端大厂啦，预算比较有限的企业啦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这几年兴起的主权 AI 计划。什么是主权 AI？ 简单说，就是很多国家都希望建立一套自己能控制、不被别人掐脖子的 AI 基础设施。这就完美展现了他们是怎么利用全球地缘政治的趋势。你想哦，当美国对中东这些地方实施高阶晶片的出口管制，那不受限制的韩国晶片不就立刻变成最佳的替代方案了吗？他们跟沙烏地阿美石油的合作，就是这个策略成功最好的例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帮 Rebellions 做一个简单的 SWOT 分析，总结一下他们现在的位置哦。他们的优势很明显，就是超强的能源效率，机会呢也摆在眼前。整个市场都在找 NVIDIA 以外的选择，加上主权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，但挑战当然也很大。他们的品牌还不够响亮，软体生态系跟酷大比起来还需要时间建立，而且随时都要面对市场巨头的竞争压力。所以总结起来，这就是 Rebellions 的一套制胜剧本，也是我们今天分析下来最重要的 takeaway。第一步，锁定 AI 推论市场；第二步，用能源效率当作最锋利的矛；第三步，用强大的生态系当作最坚固的盾；最后一步，抓住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机会。你看，这整套策略是不是非常清晰，而且执行力也很强？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。当 AI 变得无所不在的时候，运算成本跟能源消耗绝对会是我们所有人都得面对的挑战。那 Rebellions 的崛起会不会正是一个预告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呢？一个效率为王，而不只是算力为王的时代。这场 AI 晶片的战争，未来到底会怎么走？真的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。